觉得日本是一个在取名字上面非常有趣味的地方，像这个地方是山里的人野八海，哎呦喂啊，人野八海，八海指的是有8个海吗？它其实指的是这个地方有8个池塘，所以来到这边呢，这里大多数的池塘的池水都是富士山的融雪。这些雪融到这些池塘之后呢，因为水质干净，水质也非常的好，就会在这些池塘里面养着锦鲤。这个小村庄，当然呢，因为纬度的关系，再加上靠近着富士山，一年四季都有迷人的景色，非常棒的度假胜地。人野八海的8个池塘都是火山喷发，还有它密集火山运动以后形成的湖泊，当然也有一些湖泊，它池塘的水是来自于它地下的涌泉。那你知道吗？地下涌出来的泉水，也就代表它富含矿物质，所以这里有一个叫做涌池，不是游泳池哦，是涌出来的池水，它的水就极为干净清澈。我们前面有拍到，它在日本环境省1985年把它列为全国最棒的水质之一。而这整个村子呢，几乎都是欧米亚给的店，贩售着各式各样以富士山为图案的欧米亚给礼品店。你也可以看得到，它人野八海8个池塘它主题的小饰品，这也是在日本非常具有特色的礼品店。在日本，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礼品店都会有所谓的限定版，或者是限量版，或者是限地版，就只有在这个地区你买得到的。而这当中，不管是咖啡店啊，或是冰淇淋啊，每一个都会有它当地特产的特色，例如有淋上酱菜味噌的豆腐、炒饼，或者是其他特色的麻糬，或者是其他口味的 ice cream， 各式各样你都吃得到。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喜欢来人野八海这个地方旅游的重点之一。日本对台湾人来讲简直就是后花园啊，几乎每个地方大家都会喜欢，哪怕看到一个 Seven 小七，我们都会好想进去买东西哦，对不对啊？所以可见的日本他们在这一块的行销跟他们的品质还有他们的推广是非常成功的。日本的中部有白川乡合掌村的童话世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白川乡的高山市。这个高山市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它在这边有飞陀小京都号称的高山老街，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江户风情，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拥有了150年以上的很多木造老屋。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高山散策。为什么叫散策？散策是源自于日本的词句，就是散步啊，附近随意走走啊，欣赏附近四周的异味。所以呢，这种心境沉浸式的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哇，散策那种感觉好像呢就非常的舒服。岐阜县北部的飞陀地区相当于整个东京都的面积，它也是日本最大的市町村，这几年来非常的有名。其实以前
很多人就知道有这个地方，但是以前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所以你要来到了岐阜县飞陀小京都高山散策不太容易来。近几年来，慢慢的有包机啦，或者是旅游团体越来越盛行，所以来到这边的交通变得比较方便了。但前提之下，自由行的旅客要来到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难处，就是交通。而飞陀因为高山丰富的森林资源，所以它的木工是远近驰名哦。再加上早期呢，他为了免除税金，所以他上贡朝廷贡品，每年呢都会派最厉害的木工到京都去建造宫殿、寺庙。那你知道这样子就厉害咯，像这样子来讲，就是讨好皇上啊、天皇啊，所以就变成了非常有名的飞陀匠木工，创造出飞陀家具，闻名全日本。其实不止木工有名，对观光客来说啊，木工再有名，我总不能够搬一个烫书回去吧，我也不可能搬一张大的茶桌回去吧。所以虽然它很有名，但很多的东西我们只能够去了解，或者是在当地看看它的建造，没有办法实质上把它带回去。那什么样的东西呢，可以当下去感受得到呢？很简单，就是它的飞陀牛。得天独厚的地理造就了飞陀地区它的酪农业、酿酒业就非常有名咯。所以飞陀牛，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来到这边，很多人就为了吃上那一口飞陀牛肉、飞陀牛的沙西米、飞陀牛乳，还有高山地酒这些名产啊。那评价最高的就是高级和牛飞陀牛。说起了和牛，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不管是水果啦，或者是动物啦、肉品类的啦，只要在高山，天哪，冠上高山这2个字啊，就是好吃、有名，价钱也高。这里也是一样啊。尤其啊，在这边飞陀牛，因为饲养的关系，还有气候的关系，它的飞陀牛和牛听说是入口即化，而它的牛乳呢，口感非常的浓厚，而且在这一条街上走，几乎无处不见的传统木造建筑，以及保存非常完整的三丁通，还有木造房屋，就是它最大的特色。你知道日式住宅最常见的窗户形式，以细木条垂直交叉出来的这种格子形状作为传统的设计，从外侧看不到内侧，它有防盗跟美化建筑外观的机能，有看到吗？而这个就叫做出格子。整个高山老街上最不容错过的就是上町、下町地区构成的现在看到的高山老街，保留着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而上山之町、上二之町、上一之町称为三町通，也是我们现在所逛的地方哦。整个地方都是超过150年历史的木造粗格子建筑，
是这整个老街区域的特色。这些木造房屋，从它的屋顶到它的大门到它的窗户，都有日式工艺的精神存在。那来到这个合掌村呢，那更不用讲了，这几乎是啊，在我们台湾黑部立山啊、东京啊、大阪啊、札幌啦、北海道啦、白川乡合掌村啊，这些地方都已经是来日本必游的名单当中了。那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自然风光，所以基本上你要来到乡下地方，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日本已经算交通非常方便了，但是大部分很多人认为的交通方便都是在东京或者是大阪市区。其实你到郊外，你就一定要靠车子、小 bus、包车子，或者是你要坐其他的新干线啊、火车到这个地方再转车进来。你看停车场满满的巴士，你就知道了。1976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呢，白川乡就被列为了重要的传统建筑保护区。那1995年，连同白川乡跟五个山，它的合掌集落一起注册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也就是文化遗产。天哪，本来就已经满满的都是人了，注册完世界遗产之后呢，是人上人啊，人再加上人啊。那近年来呢，知名度提高。网络的发达已经是人上人上人了啊，到处都是人啊。那你说呢？这么多人来做什么？但是不来好像又不对，因为它是旅游梦幻清单当中其中一个部分了，所以就必须来咯。那在这里呢，也被称为日本的故乡的白川乡，你就可以在这边领略到日本的传统历史风光，还可以呢体会到都是人的感觉。哈哈，世界各地哦，白川乡的村落文化。还有当地的百姓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每一次都会提到一件很矛盾的事啊，就像当你想要出名，你想要有名，想要全世界都认识你这个大明星，但是当每一个人认识你之后呢，你就会失去什么？失去自由，你就没有自己的隐私，对吧？旅游景点也是一样，当它这里是个秘境景点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棒，会把这个秘境景点分享出去。但是当他一分享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最后它就不是秘境了，它就是众人所知道的观光胜地。白川村是四面环山的乡村，夏季凉爽，冬季呢会下雪。近年来气候的异常，这里慢慢的雪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依然没有办法浇熄所有要来这边朝圣的旅客。还好，虽然它观光的人潮很多，但是住在白川乡合掌村的人呢，好像并没有被这一股所谓的商业气息所打击到。在这里，住民们呢，他们就自己呢制定了一套规矩啊，不出售、不出租、不破坏3个原则啊，而且决定不随便的对私人的房屋外观进行翻修或改造。讲白的，他只要一改造，谁来呀？所以这是很聪明也很厉害的做法。有时候啊，不改造，反而呢带来更多的游客，因为他们就是想看到这一个感觉嘛。也因为这样，注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你更不能改了，因为它已经是世界上全人类的了。所以这也是，虽然这边已经非常多观光客，但是很多在这边的居民还是保有一颗要爱护、要保存这里传统文化的心，光这一点就值得赞扬。
白川乡合掌村，继续前往在日本中部最有名，也是每年开山就吸引一堆旅客，世界各国来到这个地方。它是立山黑部阿尔卑斯山之路。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在问，每一个人都想来。有日本阿尔卑斯山之称的立山黑部，变成了你来日本是一定要来的景点之一。很奇怪啊，阿尔卑斯山明明就在欧洲，那为什么又要在日本也有阿尔卑斯山呢？最简单，是因为当时发现这一座山的是欧洲人，他认为它就像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所以也就把它取名叫做阿尔卑斯山。那为什么又叫黑部立山，也有人叫立山黑部呢？到底哪一个景点才是呢？会不会我去错地方？所以你曾经很质疑，对吧？是立山黑部还是黑部立山？你到底是去哪里啊？有时候不小心啊，你还参加过2团啊，一团是立山黑部，一团是黑部立山。结果你到了现场之后，你才发现，竟然是同一个地方。其实它指的都是这一条日本阿尔卑斯山路线的两端地名。日本北路的长野县跟富山县的交界处，在这个交界处这一条就叫做阿尔卑斯山山脉路线，它位置3000公尺以上的海拔，北阿尔卑斯山脉当中的一条观光路线。那这个地方呢，好雪地区啊，就是到了冬天啊，除了下雪就是下雪。那通常指的就是你从哪一个地方，是长野县进来呢，还是富山县进来？所以你进来的地方不同，它的名称就不一样。假设长野立山黑部，假设富山是黑部立山，但是玩的地方都一样，反正就是这个地方的进出口不一样，你从哪边进来就以那个地方为首要名称。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积雪，震撼的雪墙，几乎吸引了所有的人都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做朝圣。但是随着气候暖化，这雪墙啊，好像得救啊，越来越矮啊。你想说奇怪了，是不是营养不良啊？其实就是冬季的雪越下越少，再加上呢，气温变厚很大，下进来的越来越快。那一快，这个雪融化的速度也变得很快。所以啊，大自然的景色啊，其实啊，要把握啊。现在看得到，不代表你以后看得到。而如果你现在看得到，那你更要保护它。
全世界会下雪的地方很多，而每一个地方它所下雪的雪量，除了纬度不同会影响到雪量之外，还有就是你的地形地候不同，也会影响到雪量。而立山黑部它就是属于好雪区啊，这个地形会让下雪的云集中在这里，狂下雪，所以冬天它会有豪大雪发生，所以冬天山上是关起来的，它没有办法让你上到山上来观赏它，所以它每一年的春季会有一个开山时候，那开山呢，很多人就会冲进来，所以一开始冲进来的人，他看到的雪墙一定是最高的，越后面进来的人呢，他看到的雪墙就会越来越矮，这不是废话吗？因为呢慢慢变热了嘛，所以雪墙就会越来越矮。那当然再加上呢，越来越多的观光客呢会在雪墙上面做戳乐啊，突啊，戳了好几个洞，那慢慢的那个雪也会越来越没那么漂亮。先来的有先来的好处，也有坏处啊，因为先来的时候呢，人特别的多啊，有时候挤到爆啊，搞不好是人的温度啊都把这个雪墙融化掉了啊。那一般来说，它的封山期是11月份到4月份，它是没有办法入山的。而它的雪闭期间呢，大约就是在4月到6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高大上雪壁的壮观景象。这个时候前往呢，它是每一个月比每一个月的雪墙还要低，因为会靠近夏天，雪墙慢慢融化。那你说6月到10月有没有好看的地方？当然也有啊，大坝观光泄洪。这个季节就是立山黑部，因为它山上有什么水坝，这个水坝呢，它就会泄洪。而且第二个，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所以气候也非常的凉爽。那满山绿野的这个绿色景色啊，还有日本的一些领养啊、野生动物啦，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也不容易看得到啊，因为人太多了啊，动物也不会跑出来让你拍照。但这个时候，反正你上到山上，气候就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一直到了赏枫季节9月份以后，这整个山头呢，慢慢就会进入枫叶季啊。枫叶季呢，山头就会变冷啊。你看看有没有？后面有刚刚看到那个雪墙上面都写满了很多字啊。它会随着观光客越来越多哦，这个雪温度之外，再来就是所有的观光客喜欢在上面题词啊，慢慢写字啊，签下名字啊。那你说对还是错？没有对或错啦，这个也不是犯法也不是涂鸦，因为这些雪呢是季节性的啊，时间到它就融化了。今天不融，它明天也会融啊。立山黑部除了雪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看？有啊，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交通工具啊，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刚刚开山没多久上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雪都还没有融化的很多的佛祖啦、地藏王菩萨，它都还被雪盖在底下啊。你有时候不小心啊，在雪地上走啊，还会踩到那个佛祖的头啊。为什么？因为它被埋在雪下，你也不知道啊。那立山黑部它的交通工具有8种。互相交换配合着使用，它也变成了来到立山黑部的重头戏之一啊！一路我们要攀爬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我们就要转换非常多种的交通工具。这些交通工具有的是后来为了观光而新建起来的，但是更大多的部分都是因为当时为了新建水坝，为了上山的研究人员、考察人员、工程人员而设立起来的。有富山电铁，有立山的登山缆车，有高原巴士，有无轨电车，在隧道里面行驶的没有轨道的电车哦，很独特的哦。还有立山的
空中索道，还有黑部的地下索道，也是日本唯一一个在地下的缆车，也是为了维持生态自然景观不破坏才地下化。你看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什么？立山的空中索道，也有斜面电车，也有路线巴士，这都是它最精彩的地方。这条路线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你想想看，它有四季分明的自然景色，它还拥有了8种的交通工具，所以你来到这个山上，除了可以看得到不同景色那种风景之外，你还可以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这就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旅游路线啦，既美又特殊又好玩。如果你要说有什么样的缺点，这个地方，那我会告诉你，没有，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呢，为什么你还不来？为什么你那么晚了还没有过来？为什么你要那么晚报名？因为这个地方太热门了。现在其实世界各地有很多热门的景点那个是时间到你再去订，它都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想去的地方早一点订。很多人会害怕说，那我订够了之后，假设我临时有事，或者是我生病了，我不能去怎么办？你觉得呢？有时候在人生的路上不要想那么多，想一个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却把这个事情一直放在心里头就像我要结婚，但是我一直害怕，那如果将来我离婚了怎么办？将来对方不爱我了怎么办？然后你这一辈子都不要结婚嘛。每一个人想要去旅游，一定都是快乐的，充满期待的，对吧？但是也有可能人生有很多难以抗拒、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成你无法成行。有可能万一啦，对吧？那当那件事情发生了怎么办？有可能生病啦，有可能家中忽然间有事那也没有关系该取消就取消为什么？假设你今天生病了，难道你要拖着你生病的病体硬冲到那个国家去吗？只因为害怕取消被扣钱吗？想太多了你的身体、你的健康，难道比不过那一点点钱吗？对不对所以我常告诉很多人，大胆的去计划自己的未来，大胆的去规划自己的旅游，不要害怕，早点报名。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但你不应该因为天有不测风云而让你这一个人的人生都为了这一件事情而永远停住了，永远不敢往前迈向那一步。你知道吗？人生的路有时候就是开创出来的。人生为什么之所以精彩，其实就是充满了未知的冒险性，还有探险性，让我们在走我们自己人生的时候，每一步路都是充满了酸甜苦辣，所以我们人生才会精彩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在旅游上面，我相信每一个人要去旅游的时候，一定都抱持着满怀兴奋的心情来去参加的。玩很重要，出国旅游玩更重要，赶快来完成你最美丽的梦想，把你口袋当中所有的梦想清单开始旅游一遍，玩过了觉得不过瘾，再玩一遍。你知道你来立山黑部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除了风景，除了交通工具以外，怎么会到高山上来看水坝连一个水坝都能变成观光景点，这就厉害了以发电为主要目的的黑部水坝，
它在1963年完成，它的高度呢提高大概有186公尺，是日本第一。水坝的储水池，现在看到的就叫做黑布湖，它的蓄水量有2亿吨以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建设。去了解它，去欣赏它，去品味黑布水库，这就是日本人他在立山黑布这个观光景点推展过来给所有观光客要看的。历时了8年建造，它也是日本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属于立山黑布阿尔卑斯山山脉路线的一部分，它规模宏大，非常的高，高度非常的惊人，所以步行穿过这一座大坝，一定会变成一个最精彩的时刻。气候环境啊、纬度啊，还有规划真的很重要。黑布水库它就在高山上，所以它的气候非常的好，夏天呢都不会太热。环境打理更不用话说，整个环境干净的不得了。那日本人在行销这一块区域的时候呢，除了这是民生用的水坝之外，他也可以告诉你说，你看我多久以前就建成了，你看我的工程技术有多厉害啊！再加上日本人在管理，在这种动线上面的设计呢，就会让你觉得，明明一个水坝没什么，但是你走起来就会说，哇，好棒哦，日本最大的拱形水坝，哇，开始拍照哦，这就是很会做行销的地方。喜欢立山黑布吗？喜欢阿尔卑斯山之路吗？要来哦，要赶快来哦！非常有名的清景泽，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它在标高900到1000公尺，也就代表了这里拥有非常棒的自然环境，非常棒的空气，还有它的气候也一定很棒。它就在长野县这个地方，曾经是江户，也就是东京通往京都5条街道当中的中山道，还有北国街道相交之处啊。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圣保罗的教堂呢？很简单，明治时代的时候，外国人宣教士就在这里开始传教，而传教的时候呢，就在这边建起了教堂，欧式风格的别墅，它就发展成日本屈指可数的高山度假胜地，就让游客充分的感受魅力满点。你不要看它这个距离哦，我告诉你哦，很多在东京非常富裕的富人阶层们都会来到清景泽来买别墅，假日来这边度假。所以清景泽象征的除了是高山的度假胜地之外，它也有百大名山在这里，它也随着季节变化而有不同的自然美景，它更有非常多富人阶级的人来这边投资，来这边盖别墅，那你就知道了哦，这个地方来到清景泽，顺道一提 Bill Gates， 就是微软的创办者比尔盖茨，他是全球家喻户晓的富豪之一，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他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听说也有他自己的超级豪宅哦。他选择在
临近首都东京的热门观光胜地，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轻井泽来盖豪宅哦。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在这边盖豪宅呢？它是东京的避暑度假胜地，它离东京近啊。那在这里呢，还拥有非常优渥的自然环境，相当的清幽啊，而且呢，完全远离了东京大量观光特这种人潮啊。你知道啊，现在我们常常去东京都啊，在旅游的时候，你知道，在旺季的时候，几乎比邻擦肩而过的全部都是台湾人了、亚洲人啊、香港人啊等等啊，大家太爱日本了，所以呢，那个首都就会聚集非常多的人来到这个首都，反而近郊呢，出现了一种大家越来越喜欢的 feel 啊，那种氛围啊，大家开始越来越多比较走向深度旅游的，或是爱旅游的旅游家们呢，开始走向所谓的小众旅游。什么叫小众旅游呢？就是它可能不是大城市、大都市，但是呢，它就是在这种比较秘境的、比较偏远的、比较乡下的，它可以远离人潮，然后去感受到真正当地的生活文化。轻井泽离东京算近，但是呢又远离了东京的尘嚣，所以 Bill Gates 他就在轻井泽绝美奢华的豪宅就把它盖了起来，盖在这个地方。没想到吧，连那个美国大富豪都钟情在这个日本度假胜地的环境。哈哈，你想要来这边盖一栋别墅吗？如果想，记得来找我啊。欢迎来到竹里花卉公园，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有花，4月份的时候还会开上一个叫做紫藤花，它也被称为叫做紫藤花物语。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到物语2个字呢？物语是日本传统文学当中的一种题材，它原意是谈话，后来引申为故事、传记、传奇等等的。那一年四季花的乐园竹里花卉公园，世界上最美的花卉啊就在这里，而且早上可以看花，它晚上也可以看花，就是夜间赏花的概念啊。那世界10大绝美梦幻地，紫藤花物语是首先登场的。当紫藤花一开的时候呢，像梦幻一样，因为它颜色是紫色，紫色总带给人们一种很神秘啊、很特别的感觉。所以每当紫藤花一开的时候，天啊，大家疯狂的涌入啊！紫藤花完毕之后，5月中旬到6月中旬呢，它还会有其他的花朵开始开启。结论就是啊，不只有紫藤花可以看啊，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看啊，看什么时候开什么样子的花。那每一年竹立的紫藤花季也叫做大藤季，也被 CNN 评选为世界10大梦幻旅游景点其中之一。
很多人会说，日本的赏花公园跟欧美国家其他地方的赏花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应该这么说，日本的花的公园呢，除了樱花以外，还有枫叶以外，他们常常会在赏花公园里面引进很多世界各国的花朵进来到他们的国家或是这个花园来去栽种，当然也要符合它的纬度跟气候才栽种得起来嘛。当他在设计他的花园的时候，日本人很会设计动线，他的那个花园常常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呢，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会用灯光打亮它，而且那个灯光呢，还会配合上花的颜色，让你觉得哇，好漂亮哦，好特别哦。日本的赏花公园通常都不会做得非常的大型，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设计得非常的紧凑，让你在赏花的时候动线走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你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短距离当中看到你所想要看到的花朵。而竹立花卉公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门票是浮动票价，也就是呢，会根据当日的花况来收费。每一年、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候的花的价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市场供需的问题咯。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常常会想说，为什么今年又比去年贵？正常啊，你真没发现吗？所有的人力、物力，还有电费，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直在调整的啊！你从以前到现在，每一年都在调整，所以旅游是这样子啊，抓到的时间想去，有能力去，体力可以，那你就走吧。有时候我们不要老是觉得说，为什么去年比较便宜，今年比较贵？所有的东西每一年都是年年调涨的。竹立花卉公园还有一个最棒的地方，就是呢，它收集了很多各个国家的特色花朵，让你就算不能出国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也能在这个花卉公园里面赏到世界各地最美丽的季节性花朵。